嗨，大家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带大家去一个冲绳南部台湾人超级潮的神秘景点，走，我们一起前往第一站冈卡拉之谷。冈卡拉之谷是一个位于冲绳南部的考古遗迹，是一个充满历史的森林，里面有着古人生活的痕迹，也有树木演变的样貌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一起前往探险吧。好酷哦，这个地方很酷。这里呢，就是你在去导览之前啊，如果你加500块，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杯子，没有啦，这不可以带回去。这个杯子呢，是你可以在这个空间，就是在这个洞穴里面喝饮料，然后是可以无限量畅饮的。那如果说你没有参加 tour 的话，是没办法单独进来只喝饮料的。那我们去看看有什么饮料。饮料的话呢，有这个山谷咖啡是这里最 popular 的饮料之一。果汁有瓶那个什么，芭乐葡萄汁好酷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凤梨汁，然后跟这种洛神花茶。然后为什么这里要有那个雨伞呢？因为啊，就是上面的钟乳石会一直滴水下来，雨伞是为了遮住我们的饮料跟食物，避免它就是掉落下来，帮你的饮料加料。真的超酷的，一直被滴到。凤梨很好喝耶，跟台湾的凤梨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台湾凤梨非常的甜，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，就是没有这么 heavy 的感觉。然后它这边的导览啊是全日文的，那所以说如果你是说其他国家语言，他会给你一份那个报告书，报告书里面就有就是他解说的翻译，那到时候你就可以比较清楚他在说什么，超期待，不觉得很漂亮吗？进入森林之前，导览员会先简单的介绍这个园区的历史，那我们可以先对这个地方有初步的了解，那接着就是正式进入森林里啦。一进到森林里，眼前的景象真的有让我震撼到欸，怎么会这么美啦？有种完全逃离现实的感觉。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导览啦。第一个介绍的是姑婆芋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吧，因为台湾也超多的。导游说呢，因为它的叶子特别的大，很像雨伞。那豆豆龙的伞灵感就是从这边来的哦。真的整个人都可以遮进去，我也来试试看。再来就是这个台湾之光了，这里呢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竹子，而这个竹子呢并不是日本的原生种，它是从台湾移植过来的哦。虽然听不懂日文，但是当导游讲到台湾的时候，真的很想跟旁边那些外国人说，嘿，他是我同乡嘛，跟台湾之光说再见。台湾的竹子在日本生活，它也是移民过来的，大概是几十年前，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竹子，不是橘子。bamboo， 你知道吗？就是骂我神经病的那个。Sorry from bamboo。你買都買，神經病啊搞！他骂我神经病接着呢，我们继续游走在森林里，看到了一棵非常巨大的榕树，他们称它为会走路的榕树。日本人真的很懂取名其实是因为榕树的气根垂到土里，然后吸收了养分以后呢，又成为了树根，所以很像它自己走路的啊。原本平凡无奇的自然知识，被它利用生动的方式表达，整个都有趣起来了。下一个呢，我们前进女神洞，不要误会哦，女神洞呢是没有女神住在那里的哦，它只是一个很像女性形状的钟乳石啦。他说呢，这个洞呢就是一个女神洞，然后为了要让妇女们可以顺利的生产，所以他们就会来这个洞祈福。它也有另外一个功能，就是求姻缘。如果你是一个没人要的人，你可以来这里求姻缘，快去求。你是没人要的人，接下来换男神洞。但是男神洞是为了祈求生命的诞生。有女神当然也要有男神了。男神洞呢是在一个黑暗的洞穴里，进入前呢，导游会发油灯给我们协助照明。不是啊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拜这支就可以求职。接着就要讲讲这个洞穴的由来啦。为什么它取名叫冈卡拉？你听看看导游怎么说吧。很酷吗？石头掉下来的那种刚，所以呢，我们还路过了榕树之王，哇，真的是有够巨大的还有这些山洞，在古代是没有房子的，山洞应该就是古代人遮风避雨的地方吧？我想山洞应该可以找到一些古代人生活的遗迹吧。
接着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建在榕树分支上的平台，从平台看过去的远方呢，就是当初发现港川人的地方了。这边呢，跟大家科普一下谁是港川人。港川人呢是日前在日本冲绳找到的史前人类骸骨，它分别有男性和女性，他们有共同的特色就是身材非常的矮小，男生的身高大约在160公分，女生则在140左右。预估呢，他们是在西元前2万多年前存活着，他们也是目前在东亚地区找到最完整的人类骸骨哦。考古呢，其实也还在持续的进行着哦，我好期待他们有新的发现哦，因为这一切实在是太有趣了。最后，我们来到了这个洞穴里面。据说呢，在2008年的时候，考古学家在这里挖到了石棺和人骨哦，而且还有用火的痕迹呢。猜猜看，他们还挖到了什么呢？是野猪的骨头哦。由此可推测呢，他们当时可能在这里烤野猪吃。哇，原来以前就流行烤母猪了。结束了这段冈嘎拉之谷的导览以后啊，想跟大家整理几点关于它的小知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是采预约制的。那如果你有计划前往的话，你可以先在他们的官网上预约，对。然后再来第二个呢，就是它的位置其实是非常好找的，因为它就在非常著名的玉泉洞的对面，所以你只要找到玉泉洞就可以看到它了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如果你有兴趣前往的话，它全程都是需要走路的，对。那时间大概会在1个小时到1个小时20分左右，不算到太短的行程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腿脚不好、不耐走的人，那这个行程我可能就比较不推荐你咯。但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个行程算是一个蛮有趣的导览，就是除了认识这些考古遗迹以外，也会有一些小小的戏剧效果在里面，会让整个导览是比较有趣味性的。对，那费用的话呢，大人一个人是2500日元，然后如果是学生的话是1500日元，那国小以下如果有家人陪同的话是免费哟。最后，我们来到了这家距离冈嘎拉之谷大约20分钟车程的海景咖啡厅。这家咖啡厅呢，不管是室内或者是室外的座位，几乎都是面台的哦。在这边和朋友谈天说地，或是放空待一个下午，都是非常不错的。你看看这片台，疗不疗愈？那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看它的餐点如何吧。火腿起司吐司。它的起司原来会超重的，而且它吐司烤的好脆哦。如果你有来滨边的茶屋，一定要点它的吐司派，外酥内软，而且那起司会超香。可是很神奇，是它的火腿也不会太咸的，超赞。这一个550，没有到特别便宜，但我觉得还 OK。甜点的话是600零，2颗司康，然后搭配果酱跟鲜奶油，原味咸甜。我觉得这司康有比那个我们在赖昌道吃的司康还要更好吃，更湿润一点，很优质。也可能是因为它热热的。鲜奶油好好吃哦 ！Oh my god！ 我是在 Google Map 上乱找的，意外发现好店，一边看风景，然后一边吃着小点心，好舒服。这家草莓酱好好吃，而且很棒。这家店蛮推荐大家来的，非常喝，2个小时在这边停留，很棒，很舒服。这里的海好温和，我们都没有那么海浪。结束了一整个下午的冲绳南部之旅后，我觉得不管是冈嘎拉之谷或是滨边的茶屋，2个都属于比较慢步调的行程。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想要很放松，然后又不想要有太多台湾旅客的话，我觉得这行程非常推荐给你哦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